赵铁牛，我爹还在县人民医院躺着抢救。这3件上法房是我们老林家最后的底线，你别欺人太甚。欠债还钱，走到天边也是这个理儿。你爹出海断了腿，那是他命不好，5000块钱的手术费，把你卖了也凑不齐，更别说还欠着老子3000块的利滚流。这宅子再破，地皮和青砖也值个小1万，你作价5000就想强收，休想！哼，1万，就你这破砖烂瓦，老子大发慈悲5000块收了，正好抵清你的烂账。现在福记休渔，近海连个虾米皮都捞不着，你家那艘破木帆船连柴油钱都挣不回来，拿什么还我？明儿一早，我要是见不着大团结，这房子我就叫人拿大锤强拆。兄弟们，走！爹躺在医院等钱救命，明天赵铁牛又要强收房子，老天爷真要把人往绝路上逼。海浪的声音，这旱了10几年的枯井里，哪来的海浪声？这绝对不是咱们渤海湾近海的水质。亲娘嘞，好大的邪劲儿！这是网到大鲨鱼了不成？你给老子上来！啊！这是个什么精怪？变异的大号虾兔。这口枯井竟然连着一片没被世人发现的远古海洋。天无绝人之路，有了这口聚宝井，这点债算个球。这些可是纯正污染海货，光看个头也能卖个好价钱。去，哪儿来的毛头小子？别挡着我做买卖！王老板，您给长长眼，这是我在深海区搞到的绝版好货，个头市面上绝对罕见。林峰，你是不是欠债欠的脑子进水了？你管这叫绝版好货？这他妈是吃了农药化肥变异的大号虾毒吧？长得跟个怪物似的，谁敢下筷子？这壳绿了吧唧的，看着就硬得硌牙，还带刺儿呢。这海胆也太大了，大的透着股邪气，肯定不正常。这种来路不明的畸形货，白送我都不敢往档口上摆，吃出毛病算谁的？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不识货就算了，等我卖出天价，你们别后悔。你要是能把这变异垃圾卖出去，老子今天就把这洗浴盆里的水喝了。这种超出常识的史前生物，普通农贸市场根本消化不了，只有追求猎奇、招待达官贵人的高级场所才会懂它的价值。海燕饭店。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今晚是招待省里下来的1号首长，菜单早就定好了，是极品海鲜大宴。现在你告诉我，最重要的那批大龙虾和顶级海胆在路上被人劫了风。沈总，这绝对是对手真味楼干的，他们故意花双倍价格在半道上劫了供货商，现在临时去调货根本来不及，市面上的普通对虾根本上不了今晚的台面啊！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晚上6点前必须给我找来能镇得住场子的顶级食材。要是今晚搞砸了，海燕饭店的招牌就砸了，你我都得卷铺盖走人。沈总对吧？你要能镇得住场子的顶级食材，我这里有。干什么的？谁让你进来的？出去！沈总，你现在去哪儿都钓不到顶级龙虾，但我车里有一只能让你们首长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深海巨物，要不要看一眼？看一眼你又不吃亏。让他把东西拿进来，如果敢拿普通货色来消遣我，我保证你走不出这条街。小子，我们这儿要的是顶级大龙虾，不是你平时网的那些小鱼小虾。这是什么东西？变异大龙虾？怎么可能这么大？什么变异龙虾？这叫深海巨无霸，绝对的野生，零污染。你们不是缺镇场子的大菜吗？敢不敢切开尝尝？沈总，这太冒险了，
这东西连品种都认不出，万一有毒，首长吃出个好歹，咱们饭店可要担大责任啊！距离晚宴开席只剩不到1个小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立刻用简易试纸和银针测毒，没问题就马上分解处理，出任何事情我一力承担。小伙子，如果这批货能解我的燃眉之急，价格绝对让你满意。但如果这是什么吃死人的怪胎，沈总放心，真金不怕火炼。史前海洋孕育的生物，绝对是零污染。奇了怪了，大厂将军阴性，一点毒素反应都没有。这玩意儿纯净的，比贴供的崂山矿泉水还干净。这肉质，哪怕是刚打捞的特级对虾，紧实度也不及它的一半啊！绝了，绝了！我做了一辈子海鲜，拿过全国大赛金奖，却从未吃过如此纯粹、如此完美的味道。这根本不是人间食材，是龙宫里的珍宝啊！太好了！有了这批食材，今晚不仅能稳住场子，甚至能让海燕饭店的招牌再上一层楼。小伙子，你算是救了海燕饭店的命。我们明人不说暗话，2只巨虾，8个紫海胆，你开个价。老爹手术费5000，赵铁牛的债3000，加起来刚好8000。我不是贪得无厌的人，细水长流才是王道。沈总是个痛快人，我急等着一笔救命钱，不和你漫天要价。这东西的品质你也看到了，全天下除了我这儿，你找不出第2家。这批货你看着给，只要能解我的急，咱们以后还能长期合作。好，小伙子爽快。这种体型的巨虾，我按2000元一只收。极品紫海胆500元一个，2只虾加8个海胆，总共8000块。这是饭店能批出的顶格收购价了，你觉得如何？8000，父亲的手术费和老宅的危机，这就完美解决了。在这人均工资才几10块的年代，8000块简直是一笔巨款。成交。这钱对饭店只是一桌招待费，对我却是父亲的命，是林家的尊严。钱点清了，多谢沈总，我还赶着去医院交救命钱，先走一步。等等，林峰，这是海燕饭店的特许供货贵宾通行证，以后无论你捞到什么奇特的顶级海货，不要找别人，我生许冰月全部照单全收，价格绝对让你满意。没问题，沈总，等我好消息。赵铁牛，你不是要强拆我的家吗？今天我要你连本带利的吐出来！都给老子把耳朵竖起来听好了，再头也喂老了牛也是蹦了。林家欠债不还，今天这房子按道上规矩就归我赵铁牛了。进去几个人，把锅碗瓢盆破铜烂铁全给我扔出来，然后给老子把墙推了，把地平了。铁牛啊，你行行好，给老林家留条活路吧。老林昨儿在海上断了腿，现在还在县医院躺着，生死未卜啊。小峰的孩子才刚高中毕业，本来是个读书的苗子，你今天把房子推了，他们父子出院连个窝都没有。乡里乡亲的做事别太绝了。老东西，你算哪根葱，也敢来教老子做事？他爹死不死关老子屁事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昨天老子就把话放下了，拿不出3000块阎王账，这房子就得抵押给我，还磨蹭什么？动手，给我推！赵铁牛，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带人开推土机强拆民宅，你眼里还有没有党纪国法？党纪国法，老子手里的借条就是法。林峰，你小子还有脸回来？去县城捡破烂没捡到钱，跑回来送死？行，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儿，我赵铁牛也不欺负你个后生，你这要供请了。3000块现金连本带利拿出来，我立刻掉头走人。拿不出来，你就眼睁睁看着这老宅子给你爹当陪葬吧。3000块是吧？啊，这是真钱！看清楚了没有？3000块连本带利，一分不差。现在，把老子按了手印的借条拿出来，带着你这帮狐朋狗友，还有你这台破推打机，
立刻滚出我家的院子！本来就是看准他还不上钱，要强占地皮，这穷小子怎么一夜搞到这么多钱？林峰，你小子少他娘的在这装大尾巴狼！你爹的手术费是个无底洞，你家那点破家当连50块都卖不出来，你哪来的3000块？这钱来路不明，我看你8成是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这是赃款！放屁！老子行得正坐得端，这钱是我堂堂正正赚来的，干干净净。少废话，把借条交出来！赚的，哈哈哈哈哈哈！就凭你家那艘连渔网都漏风的破木船，你就是捞一辈子海带也赚不到3000块。大家伙听着，我怀疑这小子家里藏了见不得光的赃物，说不定是把村里集体财产偷卖了，这叫挖社会主义墙角。兄弟们，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给我冲进院子里搜！今天不把他底细查个底儿不小，咱们就是包庇罪犯，谁也别想走！后院枯井连通史前海洋的秘密，绝不能被他们搜出来。我看谁敢！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钱我已经还清了，这院子是我老李家的私人地方，谁要是敢踏进我家大门半步，我林峰跟他拼了！这是市里来的大领导，怎么跑咱们穷乡僻壤来了？林峰，实在抱歉，不请自来。我连夜让人拟定了长期独家供货合同，实在等不及，就亲自坐车给你送过来了。这位女首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叫林峰，就是个欠了一屁股阎王债的穷光蛋。他刚刚还拿了3000块来路不明的赃款糊弄我，您可千万别被这小子骗了。林峰昨晚刚为我们海燕饭店提供了极其顶级的珍稀海鲜，那3000块不过是他报酬的一小部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污蔑他？我管他什么海鲜不海鲜，他欠我钱是事实，白纸黑字按了红手印的借条就在我兜里，今天不把房子交出来，这事儿就没完。你们有钱怎么了？坐小轿车就能不讲王法呀？你好，我是海盐饭店的法律顾问张律师。关于你刚才提到的债务和强拆行为，我想给你普及一下国家的法律。第一，你带10余人手持铁器堵门，试图强行拆毁他人合法住宅，现在正值国家严打期间，你这属于典型的流氓罪和寻衅滋事罪，情节极其恶劣。第二，我刚才听你提到了高利贷，林峰同志已经如数支付3000元现金，如果你所要的利息超过国家法定标准，还伴随暴力催收，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如果你现在不归还借条，我们不仅立刻去县公安局报案，我也会全权代理林峰同志给你打官司，直到你把牢底坐穿。我这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吓唬吓唬他，没真想拆。借条拿来，拿着你的臭钱，带上你的推土机，马上给我滚出这里！以后再敢进我林家半步，我绝不轻饶！算你狠，算你小子走运！走，赶紧走！干得好！小峰这回可是给全村老少爷们儿出了口恶气呀！沈总，今天多谢你出面解围。虽然我自己也能用铁锹收拾这帮地痞，但你们出面确实省了我不少麻烦。你客气了，你是海苑饭店最尊贵的合作伙伴，你的麻烦就是饭店的麻烦。不过，我今天特意跑一趟，主要还是为了这个。这是一份长期独家采购协议，只要你捕捞的特色海鲜全部独家供应给海燕饭店，除按市场最高价收购外，饭店还可以提前支付你5万块采购定金，用于买大马力渔船和升级设备。林峰，你觉得如何？5万块，沈总的好意我心领了，独家供应没问题。毕竟你今天帮了我大忙，人要知恩图报。但是这5万块定金我绝对不能白拿，无功不受禄。等我今晚再下海捞一批好货，拿实打实的东西换钱，我林峰拿着才觉得踏实。面对5万块重魂毫不动摇，有原则有底线，这男人的脊梁比我想的还要硬。好，小伙子果然有骨气，那我就静候佳音，随时等你的好货上门。峰哥，
你花800块钱买这套旧行头，到底要干啥？800块呀，够我爹在厂里干2年的了。咱们进海早就连个王八都捞不着了，你穿成这样下海，除了捞点海带，还能捞着啥？沈总不是要白给你5万块定金吗？你拿着钱在村里盖个2层小洋楼多好啊！胖子，别人白给的钱拿着烫手，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只有自己拼出来的底气，才是真真切切的。我发现了一片绝密的未开发海域，今晚我要干票大的。绝密海域？你连条机动船都没有，怎么去？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你今晚帮我在前院守着门，任何人敲门都说我已经睡了，千万别让人进后院，明白吗？行，咱俩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你说啥就是啥，我就在前院拿着扁担守着，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跨进这个门槛半步。白天的时候我已经测试过了，随着体能恢复和意念集中，井底的幽蓝空间裂缝已经从脸盆大小扩展到能容成年人穿过的宽度了。竹竿只能在边缘瞎捞，想要弄到真正顶级的宝物，必须亲自下去看看。老天爷，这才是真正的大海啊！那是野生大黄鱼，市面上几块钱1斤都抢破头的极品，这里竟然有一整个鱼群。大黄鱼游速极快，靠徒手根本抓不住，必须等以后弄到专业的深海网具再来进货。海底怎么会有光？啊！史前巨型紫珠，这么大的个头，这得活了多少年啊！此珠可是海洋中的宝石，不光有极品巨大干贝肉，里面极有可能孕育了绝世罕见的珍珠。史前霸主邓氏鱼，逃！必须逃！峰哥，你可算出来了！刚才我听见后院扑通扑通的，那底下是不是真有啥吃人的水怪？没啥，就是碰到了个大家伙，差点没交代在里头。胖子，别愣着，快帮我搭把手，这玩意儿沉得要命。娘亲了，这怕不是有7、80斤吧？峰哥，这就是你说的绝密大货？这外壳上怎么还有没见过的古怪花纹啊？这东西不会是从哪个龙王爷水晶宫里偷出来的吧？少扯淡，别瞎问，问就是深海捡漏。这东西里面如果真有货，咱们这辈子开销就有着落了，全村人都得仰着头看咱们。这是珍珠！我的老天爷啊！峰哥，你看那反光，一点杂质都没有！我的个乖乖，这也太漂亮了，比供销社假珠子强10000倍啊！胖子，你听好了，这绝对是顶级的天然野生海珠。今天晚上的事儿，你给我烂在肚子里。这玩意儿一旦传出去，咱们不仅保不住钱，还会惹来杀身之祸。放心吧，峰哥，我这张嘴你还不知道，出了这个门，哪怕公安局来审我，我也就是个哑巴。这颗珠子，就是我走出穷渔村，建立海洋帝国的敲门砖。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浑然天成的正圆形，零瑕疵，还带着极其罕见的半生蓝晕。老朽入行40年，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完美的野生海珠，这绝对是天然珍珠里的帝王。我太太下个月过50岁大寿，这颗珠子我志在必得。我出2万块，外加5000块外汇券。哼，2万块就想拿走这种级别的国宝海珠？李老板，你太小气了。我出35000块。4万，5万块，全是现金，不用外汇券折算，外加交个朋友。小兄弟，以后在这片海域遇到走私的麻烦，我李某人在道上还是说得上话的。5万块现金，这都抵得上海燕饭店大半年的纯利润了。5万块
足够还清所有烂账，还能买带柴油机和冷库的中型渔船，组建自己的出海班底。成交，李老板是痛快人。属于我的海洋帝国，终于迈出了最坚实的第一步。老大，查清楚了，那小子就是个刚毕业的破产渔民，这几天却接连拿出见都没见过的极品海鲜和绝世海珠。天然极品海珠从来不会淡出，他绝对是走了狗屎运，在公海或者荒岛发现了处女礁或是古代沉船，给我盯死他！弄清楚他的船去哪个坐标，等到了海上，直接落座他，把那片海域的宝藏全抢过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接连拿出奇虾海珠，每艘像样的船机会惹人怀疑，必须给极品海鲜找一个光明正大、天衣无缝的出处。峰哥，咱们真要买船了？乖乖，我做梦都想当机动船船长。不仅要买，还要买跑得快、吃水深、带冷敲的硬茬子。小兄弟眼光真毒，这艘破浪号可是实打实的钢铁巨兽，马力全开，能跑到15节，冷库能装好几吨货，一口价4万块，3万5，全款大全额，今天就过户办手续。而且我要你们钳工立刻加装最高功率探照灯，船头焊一层加厚缝撞钢板。成，3万5成交。小兄弟真是个痛快人。从今天起，它不叫破浪号，胖子，弄桶红油漆来，改名叫海神号。海神号，好名字，霸气。峰哥，有了这钢铁大宝贝，咱们今晚就能去公海大干一场了吧？大干一场是肯定的，不过今晚咱们先不捞鱼。有人眼红咱们的宝藏，已经盯梢盯到造船厂来了。什么？有人盯梢？别回头，装作若无其事。这帮人怀疑我发现了处女礁或者沉船，他们想跟踪咱们出海，抢占咱们的坐标。那咱们赶紧去边防派出所报案吧，或者今晚不出海了，躲在家里。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既然他们想看宝藏坐标，咱们就给他们带个路。今晚10点准时开船，我倒要看看，在真正的大海上，谁的技术更硬。老大，前面那小子果然出海了，看航向直奔100海里外的阎王礁。那地方常年暗流汹涌，公安巡逻艇都不去，绝对有大祸。跟紧他，等他抛锚下网，你们立刻靠上去，砸了罗盘和定位仪，记下宝藏坐标，然后把他的网全割断，撞坏螺旋桨，让他再也没法出海。那片宝藏海域就是咱们的独家鱼塘了。明白。想玩恶性竞争砸人饭碗，那就让你们见识真正的航海技术。峰哥，他们一直跟着呢，速度比咱们钢壳船还快，万一他们真冲上来割网砸船怎么办？怕什么？在海上，最好的防线是这片大海本身。阎王礁征年大雾，水下暗礁如刀山剑树，稍有不慎就船毁人亡。当年爹凭着高技术带我穿越过一次，今天正好派上用场。胖子，抓稳了，给咱们的客人上点眼药。不好，这小子想利用暗礁群甩掉咱们，加速追上去！立刻开探照灯，用大喇叭逼停他，别让他跑了。前面的船听着，马上停船熄火，赶紧滚出这片海域，否则我们撞烂你的船尾。想撞我？看你们的玻璃康船壳硬，还是我的加厚钢板硬？我操！快打满舵，刹车！王八羔子，想砸咱们的船，抢咱们的坐标，现在知道什么叫善恶到头终有报了吧？活该你们下去喂王八！边防派出所吗？这里是海神号渔船，我们在阎王礁海域发现一艘涉嫌非法走私改装、恶意追逐逼停他人的快艇，对方因危险驾驶已触礁进水，请你们立刻前来救援并调查。对，经纬度定位已经发送。这下所有怀疑都被洗清了，公安一介入，这帮黑恶势力吃不了兜着走。走吧，胖子，戏演完了，该回家通过那口老井，去咱们真正的私人鱼塘进货了。峰哥，今晚真是太刺激了！那帮孙子现在估计正坐公安巡逻艇唱《铁窗妹》呢，看他们以后还敢在阎王礁横行霸道！这只是个开始，胖子，你回无名一脚，顺便把大门给我死死看住，我要下鱼塘进货了。峰哥，你放心去，我就算困死，也睁着一只眼睛把门给你看死。深海灵珠滋养过后，
水下势力、憋气和抗压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好丰富的生态，这里简直就是天然海鲜温床。有大家伙！老天，这是什么精怪？史前霸王蟹，就是你了，活着带上去。海燕饭店的招牌能捅破全省的天，速度挺快，但水下是立体的。给老子收！故意让所有人看见水箱从海神号卸下，这掩护就天衣无缝了。沈总，林峰在电话里说，这次带了镇店之宝活体大件，到底是什么东西，值得您推掉早上的党支部靠会亲自来等？林峰这个人从不无的事，他说能震撼全城，那就绝对能。沈总，早啊！给你们饭店送核武器来了。林兄弟，你这箱子也太大了，里面装的难道是大白鲨？白鲨不稀奇，我这玩意儿全中国独一份儿。这他娘的是螃蟹，100来斤的螃蟹，这腿比我胳膊还粗，这壳，这色泽，绝对是深海野生的，生命力还这么旺盛。林峰，你到底是从哪片海域抓到这种怪物的？昨晚去了趟阎王礁的深海海沟，运气好，刚买的海神号立了大功，这大块头正好卡在暗流里，被我用特种钢丝网兜拉上来了。好，太好了！这只巨蜥活体展览不仅能让海燕名震全省，甚至能吸引燕京的顶级首长和外宾。林峰，你真是个不断创造奇迹的男人。沈总满意就行，咱们是独家合作。这只史前霸王蟹，你打算开个什么价？这等绝世珍宝根本无法用市价衡量，我出8万块，外加海燕饭店5%的干股分红。林峰，我要你彻底绑在海燕的战车上，以后只要是你海神号出的货，无论多少，我照单全歇。好，沈总痛快，以后海神号的高端货，海燕一家独揽。我的个乖乖，这简直是海里成了精的妖怪！海燕饭店实力也太恐怖了吧！沈总，这只巨星到底卖不卖？我出高价，哪怕卸一条腿炖汤也行啊！林峰啊林峰，你真是我命里的福将。这只霸王蟹一出，海燕这几个月的营业额恐怕要翻3倍都不止。饭桶，全他妈是一群饭桶！上周我花双倍价钱劫了显冰月的大龙虾，以为能把海燕彻底踩死，结果呢，他转头就弄来只全省都没见过的巨型霸王蟹。现在咱们真味楼的贵宾全跑对面看螃蟹了，这生意还怎么做？查清楚了吗？沈冰月是从哪儿弄来这只怪物的？钱总，查清楚了，给海燕供货的是个叫林峰的年轻渔民。这小子最近走了狗屎运，搞了艘叫海神号的2手钢壳船，专门捞偏门，手里常有好货。听说现在已经成了海燕独家供应商，沈冰月还给了他干股。林峰，一个泥腿子也敢动我钱金坝的奶酪！立刻给县里所有国营制冰厂、渔业供销社放话，谁敢卖1块冰、1滴油、1点好网具给海神号，就是跟我真味楼作对，我要把他的后路彻底掐死。钱总高明，渔船出海没冰块保鲜，夏天几小时就臭了，没好诱饵，他拿西北风钓鱼啊！峰哥，出事了，出大事了！咱们被人盯上针对了。慌什么？天塌不下来，慢慢说。我刚才去水产公司老李那儿订今晚的冰币，结果他直接把定金退我了，说哪怕倒贴钱也不能卖给咱们。我又跑去供销社和饵料店，全被人赶出来了。后来私下打听才知道，是真味楼的钱老板在背后搞鬼，放狠话要全面封锁咱们海神号的出海补给。峰哥，这帮奸商太狠了，不让加冰，咱们就算捞到顶级海鲜，还没运回港口就全烂在舱里了，没有高级饵料，深海大货根本不咬玩啊！咱们这艘船等于是被废了呀！打压垄断，切断供应链，这钱金霸还真是把资本家那套下三滥的手段玩得明明白白。峰哥，你还笑得出来？咱们今晚还怎么出海啊？要不咱们去求求沈总，让他出面找市里领导协调一下。求人不如求己，哼！真味楼以为掐断现代港口补给就能掐住我的脖子，简直是可笑。胖子，你今晚就在船上守着，
油箱里剩下的柴油足够开到近海。至于冰块和诱饵，我亲自去进货，今晚照常出海。我要让钱金霸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上次探索就发现这裂谷温度低的反常，水流都有结冰趋势，反而非但没有退缩，泛起结论：史前海洋矿物资丰富，绝对有能替代冰砖的好东西。这简直是天然的深海寒霜石啊！放几块在冷水箱里，制冷比安冰砖强10倍，还不稀释盐度，能最大程度保住海鲜活性。连极品诱饵都有了，钱金霸，你想封锁我？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挡住史前海洋的底蕴。哼，哥几个盯着点儿，那小子一整天连块冰都没买到，我看他今晚怎么出海，出去了也是白搭油钱。我操！他们真敢出海海，没冰没饵料，这林峰是疯了吧？开着空船去公海吹风吗？钱总，林峰那小子开船出去了，船舱里绝对是干的，连一块冰都没有。哈哈哈哈！年轻气盛，不知死活，由他去。去通知海鲜市场的老板们，明天一早都去码头看林峰的笑话。我要让全县人亲眼看看，跟我真味楼作对，哪怕捞的是金龙鱼，也得烂在船舱里发臭。胖子，检查网兜。上史前零杀今晚，咱们的目标是血洗深海大黄鱼群。峰哥，咱们没雷达没仪器，就这么干抛网，而且供销社不卖给咱们诱食剂，连点打窝的饵料都没有，这深海里的鱼能过来吗？大半夜的，怪瘆人的。史前海底裂谷挖出的荧光沙蚕，远古海洋的奇异指向，这才是真正的顶级诱饵。仪器找不到的鱼，不代表这片海里没有。胖子，今天让你长长见识，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顶级诱饵。下网！峰哥，你看吧，我就说真味楼那帮奸商断了咱们的特制饵料，咱们今晚就是来喝西北风的。我靠，大黄鱼，全是野生大黄鱼，2斤起步，全是极品大货啊！还愣着干什么？起网，收钱了！发财了，峰哥！这舱里的水怎么这么冷？这神仙冰块哪来的？鱼放进去比刚捞上来还精神。不该问的别问。装满船舱，明天一早，咱们去给真味楼的钱老板送个大惊喜。各位县里来的记者同志，今天叫大家来，就是要曝光那个叫林峰的，没冰没饵就去深海。林峰，滚出来！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这破船捞上来什么臭鱼阿虾！钱老板阵着这么大，受宠若惊。不过我的货只卖给懂规矩的人，你这玩下三滥的手段买不起。死鸭子嘴硬，给我打开！记者快拍，曝光他！野生大黄鱼，全都是野生大黄鱼！我的老天爷，这少说得有1-2重斤吧？这怎么可能？这水温低的动手，他明明没有去冰场买冰砖，这保鲜是怎么做到的？不可能！你哪来的冰？你哪来的饵？你作弊！天然野生大黄鱼，林峰，你真是一次刷新我的认知。钱老板，你的小动作在绝对实力面前就是个笑话。今天当着记者面，我让你死个明白。这批野生大黄鱼，海燕饭店全包了，2斤以上20块1斤，3斤以上40，过秤，现金结算。搞歪门邪道能逞一时之快，但你垄断不了这片大海。钱老板，多行不义必自毙，带着你的阴谋诡计滚出码头。个10百千万48000块，峰哥，咱们真的发了，1元户都能横着走，咱们这可是快5个万元户了呀！我这辈子连这么多钱的影子都没见过，粮票都没见过。打开看看。5000块，峰哥，你是不是拿错了？你怎么给我这么多钱？没拿错，这是你应得的。当初我爹出事欠下一屁股阎王债，全村人避我如蛇蝎，只有你把盖房娶媳妇的本钱全掏出来借我。后来面对地痞流氓奸商打压，你连命都豁得出去陪我在船上熬。这5000块你先拿着，回村里批块地，盖一栋全村最气派的大瓦房，剩下的留着当老婆本。峰哥，这太多了。不过你放心，我胖子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你指哪儿我打哪儿，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我胖子要是皱一下美颜，就不算带把的爷们儿。
林峰，钱都入账了吧？昨天码头那一战，你可是把钱金霸彻底按死在了耻辱柱上。今天一早，真味楼几个合伙人纷纷闹着退股，钱金霸资金链彻底断了，现在正被供销社和银行追债，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他那是咎由自取。不过沈总，今天找你来，不光是为了分钱，更是为了咱们下一步的扩张。哦，你那艘中型渔船已经所向披靡了，难道还有别的计划？一艘几十吨的破旧钢壳船算什么？充其量只是个打油篮的个体户。趁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我要注册成立全县第一家私营远洋渔业公司——瀚海公司。我要买真正能扛远洋风暴的100吨级大船，建全县最顶级的恒温保鲜仓储基地。瀚海，就是我要征服的无尽汪洋。成立正规远洋公司不是小事，船只审批、航线报备、政策批文、庞大的后勤管理，光靠你手头4万多块和胖子2个人，根本吃不下这么大的摊子。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我出资金，出核心捕捞技术，出顶级海货资源，占股70%。你海燕饭店出管理团队、法务资源和市里的官方渠道，占股30%。咱们强强联手，我要让瀚海公司成为这片大海上唯一的霸主。沈总，你敢接吗？这个男人的野心和魅力，简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成交！瀚海公司的工商手续和行政生笔，我3天之内全部给你搞定。林老板，合作愉快。体魄不断增强，今天这口枯井好像有了奇异的变化，好浓郁的灵气。史前海洋那边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大陆架尽头的无敌海坑里，有东西在强烈吸引着我，不能再往下了。肉身和旧潜水装已经到了极限，再往下会被水压压成肉泥。那是什么矿物结晶？还是史前天才地宝？苍龙，史前海洋的终极霸主，在这等远古巨兽面前，我就像霸王龙面前的苍蝇一样可笑。幸好吸收过深海灵珠，强化了内脏，不然这一下5脏都得碎。快，再快一点啊！不对，他没追我，在他眼里，我连塞牙缝都不够。躲不开，拼了！给老子破！活下来了，真他娘的刺激！这是什么宝贝？海底怎么会有这么滚烫的晶体？如果寒霜石是绝佳冷气，这深渊火晶就是无价之宝。现在的肉身和破烂装备去探底就是送死。没弄到部队抗压服和重武器，绝不靠近那道海沟。林总，按照你的要求，瀚海公司所有经营牌照、捕捞许可证，还有跨海域航线报备，今天上午全部办妥了。沈总办事，我向来是100个放心。我的个亲娘嘞！峰哥，这是咱们的船，这特么赶得上海军的军舰了吧？林老板、沈总，这艘是我们船厂前几年的尖子货，原本是国营大厂的远洋旗舰，配2台大马力柴油机，最高航速15节，抗风浪12级，冷链促储150吨。只要柴油管够，它能在任何恶劣公海横着走。这才是男人征服大海该有的力气。很好，从今天起，它更名为瀚海1号，这就是咱们的远洋旗舰。10几万的尾款，下午我就跟你去银行走对空账户打进船厂。林峰，船是好船，但这么大的远洋船，光靠你我2个人绝对开不动。我们需要大副、轮机长、水手、冷库管理员，至少30人的专业团队。咱们虽然有钱，但并没有懂远洋捕捞的现成班底。是啊，峰哥，远洋水手可不好招，都是把脑袋拴裤腰带上的活。咱们去哪儿找这么一批靠谱的兄弟？谁说我们没有现成的班底？
你们忘了，前金霸垄断市场这些年，逼得多少老渔民破产卖船，多少有经验的远洋好手，现在只能在码头当苦力搬箱子。胖子，你马上回村里，再去县里各大码头放话，就说我瀚海公司招兵买马，人品过用、有远洋经验的渔民，我全收了。不仅给每个月100块的保底高薪，还给所有兄弟提前发丰厚安家费，生老病死，瀚海公司全包了，待遇比国营大厂铁饭碗还要好。峰哥，你牛逼！咱们这不仅是赚钱，这是给老少爷们砸碎要饭碗，换个金饭碗啊！你等着，我这就去叫人，全县1半硬汉都能为你上船拼命。林老板，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番话传出去，整个水产界都要变天了。你这是在收拢人心，打造绝对忠诚的铁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海虽然残酷，但船上的兄弟必须一条心。走吧，沈总，3天后，瀚海1号进行首次远洋试航，我要让瀚海公司的招牌在公海上彻底打响。林老板，胖子去村里招人，说只要上你的船，每个月保顶100块，捕捞提成另算，还给50块安家费和医药费，这都是真的吗？陈叔，各位大哥、叔伯，我林峰曾经也是背着阎王债，连棒子面粥都喝不起的穷光蛋。我深知大海的残酷，更知道垄断黑商吸血的丑恶嘴脸。今天我把话放这儿，胖子许诺的待遇，白纸黑字全印在合同里。没出海之前，50块安家费直接发现金，拿回家，给老婆孩子买米买肉。远洋捕捞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苦差事，上了这艘船，你们就是我林峰同生共死的同袍兄弟。我的规矩只有2条：第一，海上我的命令就是铁律，令行禁止；第二，船上绝不允许拉帮结派、欺凌弱小。谁敢坏规矩，别怪我林峰翻脸不认人，直接把你扔进海里喂王八。林老板，就冲你这句同袍兄弟，我老陈这条贱命以后就卖给瀚海公司了。谁他娘的敢在船上偷奸耍滑、不听指挥，不用你动手，我老陈第一个用扳手削了他。对，林老板给咱们活路，咱们就给他卖命，签，我这就签，大家一字鬼小办。对，有这么好的大钢船，这么仗义的老板，咱们这回去公海大干一场，多赚外汇。林总，咱们真要去魔鬼海朗？那地方可是公海禁区，常年12级风浪不说，海底全是暗流断层，连老毛子的1万吨大船都在那边翻过跟头。陈叔，别人不敢去的地方，才藏着真正的宝藏。咱们瀚海1号首航，要是只去普通海域捞沙丁鱼，怎么配得上这艘钢铁巨兽的牌面？放心吧，有我在，哪怕开进地狱，我也能带着兄弟们满载而归。全体准备，3号重型深海拖网，立刻下水。林总，这底下水流太急了，鱼群根本不可能在这儿聚集啊！鱼群，超级大鱼群，这体型信号，老天爷，他们正疯了往网里钻，绞盘拉力表快爆表了！起网，让这片大海看看咱们瀚海公司的胃口。蓝鳍金枪鱼是野生的蓝鳍金枪鱼群！我的老天爷啊，这么多，这一网起码几10吨！发财了，能换大把外汇，捞起一座金山啊！林总，这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特大丰收啊！野生蓝鳍金鱼，国营水产的人说过，这玩意儿在国际上金贵的很，全是能出口换大额外汇的国宝级好货。咱们这一网至少60吨，底下冷水舱都快塞得扑出来了。陈叔，这只是个开胃菜，让兄弟们手脚麻利点。处理完这批货，立刻调转船头返航。这批货太扎眼，价值太高，在这公海上夜长梦多。好嘞，大伙儿都把吃奶的劲儿使出来。林老板说了，这趟安全回港，奖金直接发到你们拿麻袋。林总，他们冲着咱们来了！正前方是艘至少1000吨的超级巨舰，左右各一艘几百吨级武装船。
距离不到2海里，连航标灯都不打，这是黑船啊！妈了个巴子的，肯定是刚才起网动静太大，被附近游刺的洋鬼子雷达探测到了。这是眼红咱们的好货，想来明抢咱们的劳动果实啊！前面的华夏渔船听着，这里是我们毒牙舰队的作业海域，你们已经侵犯了我们的领海，马上停船熄火，全体双手抱头走到甲板上，把冷库里的货全部交出来当罚款，否则我们立刻撞沉你们！这里是公海，什么时候成了他们洋口子的领海了？这帮强盗明摆着看上咱们的金枪鱼了，想空手套白狼。林老板，咱们不能给，这是大伙拿命换的，是国家的财产。林总，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帮外国人在公海杀人不眨眼，咱们船上连根烧火棍都没有啊！要不舍财保命吧？舍财保命，陈叔，你给我记住，咱们华夏人的骨气里就没有向强盗低头当软骨头的规矩。在公海上，咱们是合法作业，每一条鱼都是兄弟们的血汗，是国家的财富。他们想抢，我林峰今天就教教这帮洋给子，什么叫踢到铁板。瀚海公司的兄弟们，这帮外国杂碎想抢咱们的饭碗，想让你们老婆孩子挨饿受冻，你们答不答应？不答应，跟他们拼了！好，所有人立刻退回船舱底部安全舱，抓牢固定物。胖子，接管轮机室，把2台重型柴油油门推到死。今天，老子要拿这艘200吨的钢体巨兽给他们开开眼。明白？峰哥，你干吧，干死这帮洋乱！右满舵，倒车，油门踩到底。这不可能！那么大的拖网船，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机动性？想转向，晚了。瀚海1号首航的礼炮，就拿你们这帮外国强盗来放，全速冲撞！撞得好，林总威武！对面的洋鬼子听清楚了，这里是公海，不是你们肆意妄为的后花园。我瀚海公司的船，不惹事，但也绝对不怕事。谁要是再敢往前开一步，这就是下场！陈叔，危险解除了，通知兄弟们全速返航，咱们回家分钱。沈总，这都过去5天了，瀚海1号首航去了魔鬼海岭，连电报都没发回来。这2天听说还有外国走私船出没，林总他们不会出事吧？他不会有事的。既然他说能满载而归，我们只管把庆功的鞭炮和酒席备好。快看，是瀚海1号，他们回来了！林峰，你可算回来了！船上的伤势怎么回事？遇到危险了？遇到几条不长眼的公海野狗，顺手把他们撞沉了而已，大家都没事。开渔船撞沉外国武装船，这也太霸气了！人没事就好，货呢？魔鬼海岭有收获吗？胖子，开仓，让全县全省的人看看，咱们兄弟是怎么在公海虎口夺食、为国创汇的。好嘞，峰哥！老天爷啊！蓝鳍金枪鱼，一整箱全是野生蓝金枪鱼，这体型，这油脂光泽，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1、2、3，天哪，这起码5、60吨，这哪里是捕鱼，是半空海底金库啊！林峰，野生蓝鳍金枪鱼按国际高端竞拍价，可是能换大量外汇的抢手货。你这60吨，总价值起码150万人民币以上，首航就把造船成本翻10几倍赚回来了。一辈子累死累活都见不到零头，我们真的做到了！兄弟们，我说过，上了我的船，有肉大家一起吃。这趟首航，大家顶风冒雨，还顶住了外国海盗，都是用命拼回来的。我宣布，除了安家费，这趟首航全船36人，每人额外发现金分红1万块，每人1万，跑一趟全成万元户了。林老板，您是咱们全家的再生父母。以后瀚海船头指哪儿，咱们兄弟就打哪儿，万死不辞！男儿膝下有黄金，都给我站起来，拿着钱回去好好陪老婆孩子，休息3天，3天后咱们继续征服这片大海。林总、沈总，大半夜把我叫到这破厂房，到底有什么重要项目？我研究所还有好几个国家课题没做完呢。陆教授，如果你能搞明白这东西的原理，你以前那些课题
全都可以扔进历史垃圾堆了。这不就是普通矿石或者地热结晶，有什么稀？这不可能！表面温度稳定1200度，没有氧化，没有质量损耗，没有辐射散逸。它在违背热力学定律，凭空散发恐怖纯净热能。奇迹！这是人类物理学史上的奇迹！林总，你从哪儿弄来的这种神物？他竟然藏着这种打破常理的黑科技。哪里弄来的你不用管，陆教授，我要你最快速度围绕这块火晶，研发物污染、无限续航、推力恐怖的特种深海引擎。瀚海现在有200吨大船，但在深海巨浪和外国海盗面前，常规柴油机还是太弱了。我再追加50万研发专款，给你1个星期，带最信任的团队去船坞，把火晶引擎核心无缝替换掉浩海1号主动力，外表绝对保密。我要让瀚海1号变成一头披着羊皮的深海暴龙。林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成功了，林总，我们真的成功了，这简直是神迹！用火星恒定纯净热能加热攻制，产生高压蒸汽，驱动涡轮，没有污染，不用带几百吨柴油，只要海水不断，推力就是无限的。同体积下，输出功率是最先进进口重型柴油机的10倍。陆教授，您的意思是装到咱们200吨的瀚海1号上？200吨，沈总你太小看这块无价之宝了。装上它，瀚海1号最高航速能突破50节，在大海上这叫贴地飞行。哪怕是国外万吨级远洋破冰船，只要林总愿意，也能像切豆腐一样拦腰撞断。史前苍龙带来的火力不足危机感，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缓解了。干得漂亮，陆教授！我再给你追加50万研发专款，给你1个星期，带最信任的团队去船坞，把火晶引擎核心无缝替换掉瀚海1号主动力，外表要绝对保密。林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一群废物，3艘重型武装捕捞船在魔鬼海岭被华夏破渔船撞沉旗舰，金枪鱼没抢到，还折损几10个精锐佣兵，这是深渊集团成立以来最大的耻辱。沙爷息怒，我们查清楚了，那艘船叫瀚海1号，属于海城刚成立的私营瀚海公司，老板叫林峰，没背景，就是个走了狗屎运的渔民泥腿子。哼，走了狗屎运，蠢货！魔鬼海陵是什么地方？你们不清楚？那里怎么可能有几10吨蓝鳍金枪鱼群聚？这林峰手里绝对握着我们不知道的顶级深海坐标。老板，您的意思是，这华夏人是只会下金蛋的母仪？匹夫无罪，怀璧其祸！立刻启动幽灵舰队，出动1500吨级武装护卫母船，带上高压水雷和穿甲重机枪，盯死海城公海航线。瀚海1号再入公海就无线电静默包围，捏碎他的骨头，抠出他的秘密，让船永远沉在深海。是，沙爷。林峰，出事了！我动用华侨人脉查到，大笔海外资金在香港恶意打压咱们金枪鱼出口牌价，想掐断资金链。更可怕的是，海外线人加急电报，东南亚深渊集团出动了王牌幽灵舰队。深渊集团？我的妈呀，峰哥！跑远洋的老人都说过，那帮人根本不是渔民，那是披着捕捞外衣的国际海盗，连水雷重步枪都有啊！咱们被他们盯上了。冰月，怕了吗？只要你不退，我沈冰月就算倾家荡产也陪你战到底。哈哈哈哈！好一个战到底！深渊集团，跨国海盗，他们真以为华夏海洋是他们肆意妄为的后花园？我们韩海合法捕捞，为国家赚的是干净外汇血汗钱。他们敢来抢，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华夏男儿的钢铁脊梁。陈叔通知全体船员，今晚8点，瀚海1号准时拔锚起航，目标公海附定。我倒要看看，是他们1500吨的旧铁皮硬，还是咱们换了火晶心脏的深海暴龙更狠？林总，他们来了！雷达显示正前方是艘1500吨的超级巨舰，左右各一艘500吨级武装护卫船，距离不到2海里。他们搞了无线电干扰和灯光静默，这是纯粹的军用海战战术啊！峰哥，怎么办？体型差太多了，就算船头再硬，撞上去也跟鸡蛋碰石头没区别啊！慌什么？体型大不代表能赢，恐龙那么大，不也照样灭绝了？前面的华夏小舢板，这里是深渊集团幽灵舰队。明知道我们布下天罗地网，还敢开着破铜烂铁来送死！现在立刻关闭柴油机，全体跪甲板上抱头投降！
把秘密处女毁誉坐标交出来，否则我开动绞肉轮，把你们连人带船碾成海底碎渣！老天，他们真敢在公海开火！重机枪，咱们船壳防不住穿甲弹啊！峰哥，危险，快回舱里！对面的洋鬼子强盗，听清楚了，这里是公海，但我脚下站着的是华夏的商船。我不管你们是深渊还是潜水王八，想让我们华夏人屈膝投降，做你娘的春秋大梦！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蠢猪，既然想当英雄，我就成全你！左满舵，全舰加速，直接先从他们正中央碾过去，把他们碾碎！林总，来不及了，快跳海吧！想碾碎我？看看今天到底是谁碾碎谁！火星引擎，过载启动，给老子贴地飞行！这特瞄是什么鬼速度？那是一艘拖网渔船，水雷都没它快啊！刚才不是打得很爽吗？现在轮到我了！快躲开，他冲我们来了！开火，快开火！撞沉了！我们把洋鬼子撞沉了！峰哥无敌，瀚海1号天下第一！黑恶是吧？现在轮到你了。疯子，这是拥有黑科技魔改战舰的华夏疯子！撤退，立刻全速撤退！这里是华夏合法商船瀚海1号，我们在公海遭遇深渊集团武装海盗袭击，我舰以自卫反击，重创敌舰。现向附近巡弋的祖国海军护航编队发送敌舰逃团轨迹与实时定位，请祖国为我们做主。这里是海军护卫编队，收到你的求救，请保持航站安全，保护好自己和船员，剩下的交给我们。据本台最新消息，海军护卫编队在公海海域成功拦截抓获特大非法武装盗捕团伙深渊集团残部，包括首脑、独眼鲨在内73名核心骨干全部落网。林总，您这艘瀚海1号简直是咱们海城全省水产界的骄傲啊！连深渊舰队那种带洋枪洋炮的国际海盗都被您撞废了，以后这片海，您瀚海公司就是绝对龙头，我们都唯您马首是瞻。龙头不敢当。我林峰是个粗人，只知道响应国家改革开放号召，合法赚钱，为国创汇。谁想跟瀚海堂堂正正合作，我随时欢迎，有钱大家赚。但谁再想背后搞投机倒把、垄断下半子那套资本家下三滥手段，前金霸破产倒闭的下场，深渊舰队吃枪子儿的下场，各位应该都从电视上看到了。我希望大家好自为之。不敢不敢，林总您定规矩，我们绝对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林峰，你现在可是威震四海了。今天上午省里下发了特别红头批文，不仅给瀚海1号颁了见义勇为模范船舶的锦旗，还特批了未来10年远洋免税政策。瀚海公司现在是真正的无冕之王了。世俗的财富和地位，只是我们在现实世界立足的基石。冰月，人类对海洋的探索连5%都不到。瀚海1号虽能纵横公海，但在真正的深渊面前，依然微不足道。你是不是又有疯狂计划了？林峰，我们现在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光了，你不要再去冒险了，好不好？有些秘密，既然让我碰到了，就必须揭开它。只有掌握那股真正的力量，瀚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放心，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林总，幸不辱命！深海泰坦单兵外骨骼潜水服测试完成，用火星残余热能做微型动力源，不光能提供恐怖水下机动推力，还能产生强大热辐射抗压场。别说是500米海沟，就算下潜马里亚下海沟10000米水压，也能保你安然无恙。好，有了这套军工级装备，就能彻底无视那头史前巨兽的水压冲击了。陆教授，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天大的忙。峰哥，你这次下去，我心里怎么总突突的呢？以前你都是穿破橡胶服，这次连军工厂外骨痕都用上了。胖子，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如果我天亮之前没出来，你就把这口井用水泥砖头彻底封死，带着你的钱，还有瀚海公司股份，好好过下半辈子。放屁！你要是回不来，老子就开着瀚海1号直接撞破这口井下去找你。咱们兄弟，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才是真正的深海，苍龙、
我来找你了。1000米，2000米。上次让你逼得狼狈逃窜，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牙硬还是我的剑利。战！警告！检测到前方超高压水流冲击，装甲承压指数急剧上升。动力全开，侧向机动。好恐怖的咬得力和速度！要不是深海德海佐等装甲，刚才那下幻衣就能碾碎我的骨头。来得好，让我试试这军工战甲的极限。给老子破！那棵树是这片史前海域的生命之河。这头苍龙，它不是在守护财宝，它是在守护这片海域生命的火种，守护它的后代。真正的霸主，不是毁灭一切，而是与万物共存，掌控循环。这是你对我手下留情的馈赠吗？谢谢。这片海洋属于你，也属于我。峰哥，你大爷的，你可算活着回来了！我还以为我要下去给你收尸了呢。收尸？这世界上能收你峰哥尸体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胖子，马上给冰月瑶电话，告诉他，咱们瀚海集团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了。各位媒体朋友，各位领导，欢迎来到瀚海集团年度发布会。过去1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瀚海从一艘破旧渔船起步，如今已拥有上百艘世界顶级远洋船队，彻底打破西方高端远洋渔业垄断，为国家创汇数千万美元。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炫耀瀚海赚了多少外汇。作为靠海吃海的华夏渔民，我们深知海洋的馈赠不是无尽的。那些为了暴利用断子绝孙网破坏生态的时代必须结束了。今天，瀚海集团正式宣布，我们将无限期减少对濒危海洋生物的商业捕捞。我们将斥资1亿元人民币专款，成立全球海洋生态保护与清洁能源基金。票价张去其矣，大屏幕上的是我公司与国家科研院所共同研发的深海零污染无线引擎。这项技术，我们将逐步向全世界无偿开放部分民用专利，用于治理全球海洋污染与海上救援。天哪！1亿元保护基金！无偿开放无线清洁能源技术，瀚海疯了吗？这不止放弃渔业霸权，这是要直接改写人类海洋工业发展史啊！这才是有担当的华夏企业家，这才是真正的海洋之神啊！林董事长，你这一招可是把全世界的资本家都得罪光了，但也把全人类的心都收服了。资本的尽头是毁灭，而海洋的尽头是生命。冰月，咱们从枯井里捞出第1网鱼起家，现在是时候把这份敬畏还给这片大海，还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走吧，属于咱们华夏人的大航海时代才刚刚开始。